今天我们来看一款长度达到惊人的87厘米重量接近8公斤的巨型随车吊卡车，零件呢一共是用了8200多片，比2辆乐高法拉利呢都还要多出来几百片啊。那和前几期我们发过的气动自卸卡车一样，同样呢是来自于雨行魔王、蝙蝠三兄弟系列，同时呢也是大量的使用了气动结构。他们的作者呢都是乐高 Mock 大神 Lucius Switch， 那以及还包括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评测过的红拖头以及拖板车呢，都是来自这位大神的作品。那首先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这款随车吊的功能设计啊。设计师呢一共设计了2组转向车桥，并且这2组车桥的转向角度呢还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还有方向盘的一个联动。那车辆的行驶呢是由后面这2个驱动桥驱动前行。那作为一辆随车吊卡车，前方2侧的支腿呢可以向外伸出，那支腿的升降呢，包括后面的2个支腿呢，都是使用气动进行控制。那设计师呢还做了一个支腿盘的一个设计啊。整个随车吊卡车呢，红色的部分呢就是随车吊的模块，那整个吊机呢可以旋转，然后整个吊臂呢可以恰到好处的完全收起。那前2级吊臂呢是采用气动推杆进行升降，那最后1级吊臂呢也是采用气动推杆进行伸缩，那吊钩呢也可以收放。除此之外那整个车头模块呢也可以像真实卡车那样呢进行一个翻合的动作那这个功能呢也是采用气动控制。车头翻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在行驶中呢可以联动的发动机模块。那除了上面这些功能以外呢，这辆卡车呢同样也做了悬架系统。好，那作为一款全功能的卡车这款套装呢一共是包括了2套蓝牙主控、2个伺服电机、4个 XL 电机、2个 L 电机、3个 M 电机，所以呢一共是高达2套主控、11套电机的一个配置另外呢，设计师还做了一些小功能的设计比如说2侧车门的车锁结构，驾驶座的一个弹力结构，以及驾驶舱顶盖的开合功能，以及隐藏在左右2侧这个巨大油箱里面的主控快拆的这个功能等等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款随车吊卡车呢，整体呢也是采用了一个大模块的设计手法。好了，那么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了这款卡车的基本情况以后呢，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拼搭同时看一下它的精彩的内部结构设计。作为全功能动态版卡车呢，我们需要先对所有的电机和主控呢进行一下编号以及测试。另外呢，也需要对气泵呢进行测试好，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第1组转向桥。首先可以看到这组转向桥呢是没有行驶动力的。那转向动力呢，从伺服电机出来以后呢，它是直接通过一枚12次齿轮控制这个转向齿条零件。作为对转向联动结构的进一步加强呢，设计师在对面这个地方呢还设计了一根转向齿条零件，同时在左右这个2侧呢各设计了一枚12次齿轮，让整个齿条的运动呢更加的平顺。那其中右边的这枚12次齿轮所在的十字轴呢，后面呢会用于方向盘的一个联动。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伺服电机的动力呢，它除了向前也就是向第1组转向桥的方向传输以外呢，它同时呢还向后传输同时呢，它是通过这里的一组16:16的齿轮组以后呢，动力呢到达这根十字轴。那这根十字轴呢，后面将会和第2组转向桥里面的伺服电机呢完成联动。那这个设计呢是不太多见的好，另外呢，在这组转向桥里面呢，还可以看到一根十字轴，那上面呢可以看到安装了一枚8次齿轮，那后面呢会用来作为发动机的一个联动用途。悬架方面设计师呢是在左右2侧各使用了高达6枚小号硬避震，那测试下来呢，这个回弹力度呢还是比较大的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方向盘的部分联动结构了。那动力呢从刚才提到的12次齿轮出来以后呢，通过这里的一共2组16:16的齿轮组以后呢，动力到达这枚8次齿轮。那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发动机的联动结构了通过8:8的齿轮组完成联动。好，那么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转向桥的转向联动结构。那和第1组车桥不同转向动力进入转向齿条前呢，它首先呢会经过一组20:12的这个齿轮组，然后呢到达内部的这枚12次齿轮。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设计师呢同样也是做了前后呢一共2根转向齿条零件，以及加入了几枚12次齿轮，让整个转向结构呢更加的平顺以及更加的稳定可靠。好，那么因为这个20:12的齿轮组的存在那么这组转向桥的转向角度呢就只有第1组转向桥的60%。此外，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拼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2侧车轮回正的情况下呢，那么上面这枚12次齿轮所在的十字轴需要保持十字对中的一个位置
那在悬架方面呢，设计师是在左右两侧呢各使用了4枚小号硬避震，测试下来呢，这个回弹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啊。这里呢可以看到行驶动力联动结构的核心部分了啊。那可以看到设计师呢是在左右两侧呢各使用了2枚一共是4枚 XL 电机。那它们的动力呢向中间传输，然后通过这个4:4的齿轮组以后呢，最终完成动力的汇合。也就是说，所有的动力呢都会到达中间的这根十字轴。那进一步的呢，在这根十字轴的其中一端可以看到2枚20次齿轮，那也就是通过对应这里的12:20的齿轮组以后呢，最终将动力传输到主传动轴上面。所以呢，目前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加速的齿轮比方案啊。那2组12:20的齿轮组方案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呢分摊扭矩负载，那也是一个比较用心的设计啊。另外呢，和20次齿轮啮合的呢，还有1枚12次齿轮。那这组动力呢是用于发动机的一个联动啊。那整个车架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呢是做了2层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同时呢通过一些弯孔壁呢进行一个加固。另外呢，还通过一些直孔壁做出了一些3角支撑结构。那整个结构最终所带来的这个稳固性呢，那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好，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侧支腿的伸缩结构啊。那设计师呢，在这里呢是做了一个整体的滑道结构啊，同时呢，在支腿的侧面呢，还做出了2个滑槽，做出了一个弓字形的一个结构。那配合滑道里面的后孔壁呢，整个运动呢还是非常顺畅的。那同时进一步呢，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呢是设计了2枚20次齿轮，那配合这个支腿轨道上的齿条零件呢，最终实现支腿的一个伸缩联动同时在这个结构里面呢，设计师还设计了专门用来安放气管的这个沟槽结构那这组气管呢，后面是用来作为支腿升降的一个用途。同时在动力结构方面呢，支腿的伸缩呢是使用1枚 M 电机提供动力。那动力出来以后，经过2组12:12的齿轮组呢，然后动力向左右方向传输，经过涡轮驱动24齿离合齿轮，然后经过几枚16齿齿轮以后呢，动力到达驱动齿条零件的20齿齿轮。那总的齿轮比呢，也就是24:1。那由于这个离合齿轮的加入整个联动结构呢，它是不会发生打齿的问题的。那同时也不需要在安装的时候呢，去做2侧支腿伸出长度的这个同步那不过这个地方呢，我们最好呢还是要去做一下测试好，那完成了整个底盘的各个大模块呢，我们这里来回顾一下底盘后半部分。那整体强度呢，可以看到还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包括了由4枚 XL 电机组成的行驶动力输出结构。那后面呢，会通过这个地方的悬挂转向球零件呢，去连接2组驱动桥。那以及呢，在主体框架的中间呢，我们看到设计师呢还预设了这个气管，去用来连接车尾左右两侧的这个气动推杆那后2组驱动桥这个地方的结构呢比较简单动力从悬挂转向球零件进入以后呢，是直接通过20齿齿轮去驱动差速器，然后呢把动力向2侧传输。在悬挂驱动桥的位置呢，还有一组24:8的轮边减速。结合之前提到的12:20的，也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加速齿轮比那算下来呢，整个行驶动力的齿轮比呢是2.52:1，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齿轮比方案。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2组驱动桥之间呢也是通过悬挂转向球零件进行一个连接。那套装中呢也提供了金属万向节，我们可以把悬挂转向球中间的这个万向节零件呢更换为这个金属的版本。好，再看前2组转向桥。那第一组呢，里面可以看到包括2枚伺服电机，那共同驱动2组转向桥那此外呢，这个模块呢还包括部分方向盘的联动结构，以及部分发动机的联动结构以及呢还有车头的气动翻合结构。另外呢，在车头保险杠模块和第一组转向桥模块完成合体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通往车顶方向的方向盘联动结构。那其中这里万向节的加入呢，是为了保证在车头翻开以后呢，这个方向盘联动呢仍然能够正常的传动。那打气泵呢，一共是用了2个分别安装在车头后方的左右两侧。那同时对应的呢，在左右两侧呢，也是各用了1枚 L 电机去进行驱动。在完成底盘大模块合体以后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下测试那进一步装入这个支腿大模块那同时这个模块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路转接模块。好，同样的，我们这里呢也需要做一下测试。
那完成了整个底盘以后呢，接下来就是外观模块以及一些气路部分的搭建。好，那这里呢看一下1分6的气动开关结构啊。那这6个气动开关呢，分别是控制车子的6组气动功能，同时呢它们是共用一个进气口。那最终呢是和底部这个位置的从2个打气泵出来的这个气管呢完成连接。那接下来的气管安装呢会稍微麻烦一点啊，但是手册中呢其实介绍的呢还是比较清晰的，大体上呢我们按照手册来安装就可以了。那我们呢在图文版内容里面呢也会放一些更多的这个注意事项啊，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专栏内容。那这个地方我们需要重点提一下啊，就是在完成这部分气动安装以后呢，一定要去测试一下，那不然的话呢，后面如果再拆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啊。另外呢，在安装负责吊机旋转的这个转盘模块前呢，一定要注意把这3组一共6根气管啊，以及还有一根 PF 延长线呢，要从转盘的这个圆孔里面呢穿出来。同时特别要注意啊，这3组气管呢一定要两对应的，拿个东西把它们捆在一起啊，否则的话呢，后面可能会遇到这个气管混乱的问题啊。好，另外这里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吊机旋转的相关联动结构啊。那动力呢，从这个孔出来以后呢，首先它是到达这个位置的24:8的齿轮组，然后呢，再经过背面这里一组24:8，一组20:12的齿轮组以后呢，那最终呢是到达这根十字轴上的12齿齿轮，并且呢由这枚齿轮呢去驱动60齿的这个转盘零件。那整个齿轮比呢是75:1。好，那么安装完主控以后呢，我们这里也可以来测试一下。吊机部分的这个气管安装呢，并不是太复杂，不过有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同样是放在图文版内容里了，这里我们就不去展开了啊。那每完成一组气动推杆的连接呢，我们最好都要去做一下测试啊。好，那么这里呢，看一下吊臂的伸缩结构。那不同于常见的吊机使用齿轮或者涡轮啊，配合齿条零件的这个伸缩方式呢，设计师呢在这里呢是使用了2根气动推杆。那最终呢是通过推杆的这个伸缩去实现吊臂伸缩的一个联动结果。另外呢，975部这里呢有一个6558 3单位摩擦销呢，最好是更换为32556 3单位光滑销啊，否则吊臂伸缩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这个气管卡住的问题。那吊钩收放的联动结构呢是比较简单的，动力从 M 电机出来以后呢，直接通过一个涡轮去驱动8齿齿轮，那也就是一个8:1的一个减速设计。好，过程中我们继续测试。那完成了底盘和吊机部分的测试呢，最后呢就是去装车头以及货箱部分。好，那这里可以看到设计师呢对驾驶座呢还做了一个弹力结构啊。另外车门部分也可以看到设计师呢他利用这个橡胶零件呢做了一个带弹力的一个车锁结构。那这里可以看一下设计师呢对于车头翻合联动相关的一个定位啊以及避震的一个设计方案。那可以看到设计师呢他是使用了4枚18651零件啊，利用它的十字轴和车体模块上的这个销孔呢进行一个定位配合。另外呢，设计师一共设计了4枚这个避震零件，那目的呢应该是为了减少这个翻合碰撞过程中呢所产生的震动。
好了，那么经过大概40多个小时的拼搭呢，这辆气动随车吊呢就完成了啊。那可以看到这辆卡车呢，在整体外观配色方面呢，和前几期我们做过的气动自卸卡车呢也是类似的，同样呢也是一个黑白灰的一个整体配色。不过整个吊机模块呢是做成了一个红色的整体配色，让最终这个成品啊给人的感觉呢多了一些工程机械的感觉。那前脸呢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黑色蝙蝠视觉元素。那不过这辆卡车上面这个外观模块呢被做成了黑色啊，所以它看起来呢更像是一个奖杯的形状。但如果我们把它更换成白色的模块的话呢，那么整个前脸啊就是完全是一个蝙蝠的样子了。作为工程类卡车，作者在细节方面的搭建呢也都是非常到位的。那包括下方保险杠两侧的车灯，车门两侧的这个后视镜，内部的中控台，驾驶室上方的车顶灯，以及还有天线、车尾保险杠，还有两侧的车尾灯等等这些细节呢，和气动自卸卡车一样，都是做了搭建。好了，那么作为一款全功能的随车吊卡车，那外观做的再好呢，肯定都不是它的核心卖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功能联动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随车吊呢，一共是需要使用2套主控，分别呢是放在左边和右边的油箱里面。其中左边的主控呢是负责车辆的转向和行驶，那右边的主控呢则是负责车辆静止以后的其他所有的功能。那可能是因为这2套主控呢，在实际把玩的过程中呢，并不会同时使用啊，所以套装中呢只配了1套遥控手柄啊。那我们这里呢，为了避免测试过程中不断去开关主控和重新配对啊，所以我们呢就多接了1个手柄。好，那首先看一下转向和方向盘联动啊。那这2个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并且也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2组转向车桥的这个角度差，也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值得一提的呢是，虽然它这个车子非常重啊，但是即便我们去原地打方向呢，在这个摩擦力比较大的皮质工作台上去做测试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那再看车辆的行驶啊。可以看到同样没有问题，车速呢比较适中啊，同时开起来呢还是比较稳当的。不过它的爬坡性能以及负重行驶性能呢，肯定是不如同系列的自卸卡车那样表现优异的啊。但是呢，通过一些适当高度的障碍物呢，可以看到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行驶过程中的发动机联动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车辆静止以后的其他功能。首先，我们需要伸出2侧的支腿啊，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离合齿轮在整个联动系统中的作用啊。那当这个支腿伸缩到极限位置的时候呢，持续去操作啊，也不会发生打齿的问题啊。那同样的呢，也自然就不存在2侧支腿不同步的问题了。那测试下来呢，可以感受到它整个联动结构呢是非常稳定的但是拼搭手册中的有几部的这几个模块啊，可以选择不去装啊，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小概率的一个支腿无法收回的问题。那当支腿完全伸出以后呢，我们可以取出油箱后面的这个支腿盘，然后像这样的把它装上去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持续控制气泵打气，同时呢，通过驾驶座后方对应的2个气动开关呢，分别让前后支腿下降。不过呢，这4个支腿啊，并不能够把车子顶起来啊。那我们这里呢，也顺便测试了一下支腿对应的气动推杆的向下的压力啊，对应也就是撑起车子的反作用力啊。那经过测试呢，前面的支腿的压力呢，大概是1.8公斤，那后面的支腿压力呢，大概是1公斤。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吊机的旋转。那同样的呢，这个联动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不过呢，它整个吊机部分因为有气管以及动力组件的电线啊，从这个中间穿过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吊机呢并不能无限旋转。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一共3级吊臂的升降和伸缩，这3组联动呢也都是气动控制同样呢，我们是持续去控制气泵打气，那同时呢，通过驾驶座后方对应的这个气动开关呢去进行一个分别的控制。那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在展开吊臂的过程中呢，我们最好是按照第1级、第2级、第3级的顺序呢去依次进行控制。那收回吊臂的过程呢，对应也就是需要反向按照3、2、1的顺序。那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无法完全收回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测试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在保持打气泵工作的情况下呢，整个气动联动的响应速度呢也还是比较快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吊钩的升降。那我们这里呢是把套装中的配套的尼龙线呢更换成了大力马鱼线。
那整个联动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同时这个金属吊钩所带来的这种垂坠感呢也是不错的。但是呢，由于它整个吊臂部分呢采用的是气动结构啊，所以它这个吊钩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吊重能力的啊。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头的翻合啊，车头翻合呢同样是用气动去控制，那这个功能呢测试下来呢也没有问题啊，但是车头的收回呢相对来说没有翻出那么顺畅了。那其他的功能包括前后悬架、车门的开合以及车锁。还有驾驶室顶盖的这个开合，那这个功能呢，测试下来呢也是 OK 的啊。不过这个车锁呢，需要用到的力气呢可能会比较大啊。好了，那么完成了所有的测试呢，我们来做一下总结。首先呢，整个车子拼搭下来呢，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呢，就是这是一款非常成熟的大神级 Mark 作品。它的成熟呢，主要是体现在2个方面。那一个呢是所有的功能联动呢都非常的稳定啊，比如说前2组车桥分别是在两侧啊各使用了6根以及4根翼密振，那可以说对于最终成品来说呢都是恰到好处的。那这里呢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其实全车这样的地方呢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很多细微的地方呢，你如果去仔细分析的话呢，你会感受到，那要么是设计师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呢要么就是设计师呢在设计的过程中做了非常多的测试工作，总之呢都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那成熟的第2个表现呢，就体现在整体的拼搭体验方面。那设计师呢，不但是做了大模块的设计，那同时呢，在绝大部分的步骤设计上呢，都算是比较合理的啊。虽然整个拼搭难度是比较高的啊，但这个高难度呢，纯粹是因为它本身强大啊，并且丰富的联动功能，尤其是气动联动结构，而并不是说因为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呢，没有顾及到拼搭步骤啊。那关于这一点呢，对于拼过很多 Mark 作品的玩家来说呢，应该都是有所体会的。也就是说，因为丰富的联动功能本身所导致的拼搭难度呢，和设计师完全在设计过程中就没有考虑到拼搭步骤这种所带来的难度呢，这2种呢是不一样的。那除了作品本身让人感受到的成熟以外呢，那这款由雨星魔王最终产品化的套装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即便是不看评测呢，只要有一定的拼搭经验那这款套装呢，对于大部分的玩家来说，并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呢，这款套装主要是存在一些注意事项的问题而没有那种严重的可能导致最终成品异常的问题。那评测中提到的几个小错误以及一些拼搭注意事项呢，那我这里呢也会给大家整理图文版的评测内容，方便大家在后续拼装的过程中呢，可以快速的进行查找。好，最后看一下包装方面，彩盒呢采用单独的牛皮纸箱包装，那总重量呢是达到了惊人的12.4公斤啊。那打开包装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紧实的彩盒采用黑色的底色，左上角呢标了14家的年龄定位以及零件数等信息。那彩盒的背面呢，通过图示展示了成品的一些联动功能玩法。彩盒的侧面呢，还显示了套装内包含的动力组件气动配件以及金属吊钩等等这些特殊件。那作为蝙蝠3兄弟系列呢，这款19002的彩盒尺寸呢，在长宽方面呢，和前几期我们评测过的19013呢是差不多大的。打开彩盒呢，里面分了2个零件分盒。那和大部分积木套装不一样的是呢，它这个所有零件分包呢，并不是随便散落在盒子里面的，而是非常整齐的进行了堆叠。那可以看到紧实到几乎是没有一点缝隙的这种感觉那8238片零件呢，是分成了31个零件分包一共包括22个大步骤。那气动配件和动力组件呢，是另外分成了5个分包。套装内附带的超大动力组件全家桶套餐包括2套蓝牙主控、1套遥控手柄、2枚伺服电机、4枚 XL 电机、2枚 L 电机、3枚 M 电机以及1根延长线那2本拼搭手册呢，都是采用了热缩膜进行封装，那它们的厚度呢都超过了1厘米，内部图示比例呢大小都是比较合适的，指示清晰贴纸1张，那也是夹在了手册里面。同时呢，这个贴纸步骤呢也是放在了手册的最后的部分。那对于这辆卡车来说的话呢，最后再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了，那么本期评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兴趣的玩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后续会发布的图文版的内容。好，拜拜。